还是先不打扰他休息吧。要找我？哦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想到你刚刚固化了丹元，肯定有些虚乏，所以就熬了碗药。但我想想还是算了，仙君不是……不是，你这好意，我到底能不能领到啊？仙君不是说不吃外面东西吗？还在说这个？如果是换做别人，他多半会怀疑这仙子本是要下毒，结果忽然心软，改变了主意。现下不过是编个说法，哄骗罢了。那正好，你呀还是别喝了。是时候开启第二步了，需用传送法阵，将丹元送抵沉渊，彻底吸空妖兽元神。但此步会暴露施术者气息，请务必以最快速度将丹元传回，否则功亏一篑。以无身作计，引浩然正气。万千妖邪，阵风。请。请西君请看，只需再过3日，妖兽君便能养成。届时，妖兽的数目、力量，都足以媲美100年前灵脉女仙豢养的妖兽。我过去一向嫌齐星渊绳床瓦造，上御旁风，没想到这个穷山恶水，哼，居然派上了用场。
伯载，是啊，季伯载，一定是他干的，一定是季伯载。废物！属下不知季伯载竟通晓化妖术这等秘法，否则属下定会提防。江西君，果然不能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指望。穷山恶水，产废物。绝地三尺，你给我把季伯载找出来！公主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寿华盼宫的尊者可绝不能是花架子，这青云大会的任何细节，我都要牢记于心。公主真的长大了。是输怕了。没有福泽，几星渊连花草都会比过去更黯淡无果。秀媛，我时常会害怕。你说，母后留下来的福星花，会不会再次枯萎啊？公主放心吧，严仙君的法子到底是管用的。之前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福泽，他也依旧开得好好的。各位，我们没日没夜的训练，而身为最重要的战客，季伯载却连日不曾现身，置整个寿华盼宫于不顾。那我们还练什么？我们拼死拼活的又为了什么？就是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青云大会是团战，我们需要的领袖是能够统领大局的，而现在，像季伯载这样的人。被公主封为战客，奉若至宝，那我们还在乎什么？我们干脆都不要练了。孙辽说的对，季伯载再不露面，就不配再当战客。是啊，他不来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练了。对啊，我们练什么呀？你们别这么说呀！公主，孙辽在寿华盼宫闹起来了。谁说没有季仙君就不用练了？季仙君是战客，但寿华盼宫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若是只靠他才能取胜，他不来就要输掉青云大会，那吉星渊也不算真正变强。大家说，谁说的对？谁说的对？声大了不起呀！我觉得孙辽仙君说的对。季伯载身为战客，却对寿华盼宫不管不问的，在他的心里面，根本就没有吉星渊。是啊，公主也他说的对啊。这要是韩风君管理寿华盼宫，肯定出不了这事儿。就是。对季伯载来说，斗者青云之路，不过是他摆脱醉囚这个下贱身份的晋升之阶罢了。哦，原来季伯载一直是这样想的，难怪我一直想不通，这季伯载为何不肯来训练。倒是孙辽仙君这番话点醒了我，这样的人的确不配在我寿华盼宫当战客。对，就是没错，不配，他不配。不如我们今日改选战客。这改选谁啊？战客之位那么重要，得好好选个人才行。对呀，我觉得孙辽仙君就不错。公主，开玩笑的吧？本公主作为寿华盼宫尊者，自然不会开玩笑了。
孙辽仙君参加了上届青云大会，从经验上来说，就远超于其他斗者。况且，无论是从斗者选拔，还是近期寿华胖宫集训，孙辽仙君都积极主动，态度优异。本公主今日便下令，废除季伯载战客之位。说废除就废除，那我们不是输定了？就是点情面也不留，废除了。改立孙辽仙君为我寿华胖宫战客。真的吗？好，我支持孙仙君，我也支持孙仙君。孙辽，对呀，不行吗？行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？我也觉得。谢公主，多谢。过去是我目光短浅，只知盯着季伯载那一人。如今看来，孙辽仙君才更是威武英俊，比季伯载更有战神之相。虽然季伯载有问题，但孙辽……哎呀，咱们闹这一场，光给孙辽做嫁衣了。对呀，也不合适啊。孙辽仙君，定要带大家好好练习。如果表现得好的话，我会告诉父君的。是，公主。我都让你当战客了，你还唤公主，不改口为尊者吗？天机为何要出这样的昏招啊？不，这恰恰是他此时最好，也是最省力的办法。好的，尊者。孙辽这么嚣张，天机还这么纵容他，多没面子。面子很重要吗？能达到目的就好。伪装、欺骗、空口承诺，与其费力维护季伯载，不如捧杀孙辽，让他成为新的靶子。化妖鼎的最后一步是当所有妖兽元神吸入了你体内后，炼化7日才能将它们制服。但这也正是它的致命之处。所谓炼化，实则彼此遏制，彼此融合。最终，不是你将它们瓦解，就是它们将你夺舍。季伯载，你以身作鼎炼化我们，同样也要受到噬骨焚心之痛。七星院的人真的值得你这样做吗？值得吧！七星神君软弱如傀儡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寿华潘宫里有你的能力，但对你在尘渊受辱的过去不闻不问。你还要为了他们损耗自己吗？你太傻了！季伯载为何必须闭关修炼？公主，季伯载现在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出关了。明义，季伯载已经答应我了，有事会与我商量，为何又再次隐瞒？若是这样，本公主当真要怀疑他作为盟友的诚意了。抱歉，公主，季仙君并非有意隐瞒，而是这事儿实在牵扯太多了，还请公主再信他一回。我听说了公主在寿华潘宫的事儿，没想到公主能用这种方式把局面稳住了，实在多亏你了。孙辽所作所为，明显是叔父授意，包括上次他发难于你，目的都是为了褫夺季伯载的斗者身份。季伯载是为极星渊出战才晋升仙君的，若他不在寿华潘宫了，叔父想要对他下手，怕是再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偏偏季伯载以往就爱单打独斗，在寿华潘宫做事又不认真，那孙辽一挑唆，寿华潘宫上下竟当真对季伯载不满。公
公主只好先发制人，暂时先废去了季伯载的战客之位，才能压制住所有人。公主又干脆把这位置给了孙辽，他当战客当得风生水起，竟把韩风君的计划抛诸脑后了。你是不知道，我为了对付这个孙辽有多没面子。我知道，我懂，我都懂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究竟何时出关？一个孙辽也就罢了，若穆七白此时出招，我很难应对。况且就是因为季伯载的出现，才让吉星渊看到了希望。今年参训的斗者数倍于往年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们就是因为仰慕季伯载才来的。明夜，那这些人对季伯载的失望，我又该如何承担？怎么了？太累了，不行了。小晨曦，你这修为也不行啊！按你所赐，今天所有人加练1个时辰。还有这位，就是因为你不想让人活了，跟你没关系，是他要逞威风。尊者，请。尊者，今日天还没有亮，我就已经开始训练他们了。这样继续下去，我们定能问鼎星云大会。哇，孙辽仙君当真是有能力呢！我才让你当战客，这寿华胖宫便面貌一新了。不过我今日还要办公，这外头实在太吵，不如先休息。是，尊者。谁让你们那么早训练的呀？啊，谁呀？谁？不是你吗？你闭嘴！大家都听清了啊！散了，全都散了！一点规矩都不懂，吵到尊者怎么办？办好了，尊者。啊，季伯载，当真不如你。等夫君醒来，我一定要将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他。相信父君也愿意将这吉星渊交到真正优秀的人手里。是，尊者。哼。孙辽误动，不就动？呀！谁？好耶！谁干的？别让我抓到你们，不然看我不扒了你们的皮，抽了你们的筋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是不是你干的？孙兄，你这出什么事？等等。孙兄，你身上这是五毒十灭之水啊！五毒会让全身肌肤溃烂而亡的。那会不会烂脸啊？也会。啊？那这怎么办啊？啊！但你放心，孙兄，我呢刚好有解药，只要你去。只是吃下去之后啊，难免会六脉无力，
姐只能卧床或者站立，就是不能行走。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难不倒。你看，聪明。这只玉虫能为主上找到黄粱梦，主上只要将其设法放入无归海，他便会寻到黄粱梦的方向。若是纪伯载真的炼出了实体的灵犀井，玉虫也能带你找到灵犀井的入口。这玉虫百年难遇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怎么回事？花月夜打探到了消息，我就去了趟莽夫林找到了这东西。我是说你的手。被当地人给发现了，受了点伤。你看，都已经快好了。哎呀，小侄女，你可算是来了。这几日，纪伯载始终不肯露面，寿华畔宫众人消极倦怠。本君想着，你一个小仙子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实在太过为难你了。这下好了，本君求来了旨意，帮你卸下了寿华畔宫的担子，安心做个闲散公主，岂不更好？念出来给大家听听。神君敕令，寿华畔宫尊者无力约束斗者。父君沉睡多日，寒风君却能取得父君革除本公主尊者职位的旨意，当真令本公主敬畏。本公主更该去宫中面见父君，确认一番。侄女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兄长身体抱恙，不能。寒风君今日来是为公事，为何屡屡唤本公主为侄女？莫不是想把这公事与私事掺杂在一起？一再强调本公主只是一个子侄辈，好让寿华畔宫上下更加不信任本宫这个尊者。寒风君说，父君身体抱恙，又睡下，可你却能见他。那不如就由寒风君带本公主觐见父君，咱们就在这紫薇殿等着，等父君醒来再定夺，如何？伶牙俐齿。你执掌寿华畔宫，若也能有此本事，也不至于管不住纪伯载，让他为所欲为，搞得寿华畔宫人心不稳。你觉得你这尊者做的可还称职？照这么说，只要我能请来纪伯载，寒风君便觉得我可以承担寿华畔宫尊者一职。那是自然。